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稀薄燃烧。这个就是稀薄燃烧。如果你的活性塞拔下来是这种样子，我相信现在很多骑喷射系统的，就比较新型摩托车的朋友，你们的活性塞拔下来应该都是这个样子，都是稀薄燃烧。因为空污法的缘故，就是空污排放现在越来越严格，很多车辆必须调到稀薄燃烧，才有办法应付空污的法规。其实稀薄燃烧唯一的好处就是省油，然后它可能伴随着就是空污排放会比较干净。其实说实在话，车如果你没有保养，不管是喷射车、化油车都一样，你的空气污染一定会很严重。就像刚刚讲的，调到稀薄燃烧，最主要就是为了要应付那个空污法规。那稀薄燃烧的好处，刚刚讲了，你的空污排放会比较干净，然后再来就是会比较省油一点，然后你的积碳会比较少，因为稀薄燃烧伴随着一定就是高温，然后你在高温的情况下，很多杂质它会烧得比较干净，然后它残留下来的颗粒比较小，就会透过排气管排放出去。那稀薄燃烧的坏处呢，就是引擎都处于高温状态，然后很多橡胶件，像气门油封，你只要是引擎内部的一些橡胶的零件，都很容易硬化、老化，甚至脆化。然后稀薄燃烧对金属上，毕竟引擎不是铁就是铝，然后对这些金属的工作环境会比较严苛。像以进站来讲，早期的进站也都会有那个裂钢头的问题。有人说是因为活性塞锁太紧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只是原因之一啦，最主要还是高温的问题。目前知道的是，早期的进站容易烧钢头、裂钢头，是因为它的设计关系。它4个气门，它的4个气门离活性塞的中心点太近，变成说它那边的肉就是金属已经很窄很薄了，然后那边在高温下热胀冷缩久了就会裂开，再说加上活性塞在那边锁，很有可能会把那边撑裂。那以目前喷射系统的车来讲，你要解决稀薄燃烧，唯一的方式可能就是写电脑，你电脑可能要重写，才有办法把燃油增加。那为什么我的车会呈现稀薄燃烧？最主要是我有在做个实验啊。我在想，我的车如果稀薄燃烧状态下，骑起来的感觉是怎么？因为我早期有在看我进站影片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活性塞都是比较偏黑，然后都在有点砖红，会偏黑。那时候我就解释，我宁愿它油耗高一点，然后降低机件的损伤，延长车上机件的寿命。那我为什么会把它调成稀薄燃烧？因为我现在调这样子是2又1/2圈，等于是2圈半。我的车只要小于2圈半，我的车就会稀薄燃烧。所以以早期正常来讲，我都是调2又2/3圈，就是2圈半再多一点点。在这个状态下，我的活性塞烧出来的状况是砖红偏黑。那我这次调这样子，我骑了一阵子以后，我有发现，在热车状态下，车会比较难发一点点。
但是加速上有比较快，但是尾速就很差，然后引擎的噪音也比较大，所以今天我把它拆下来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朋友给我一颗这种3爪的，牌子我就先遮一下。那我想试试看，他是说他装这一颗，感觉还不错。然后他现在要换另外一颗，他要换新型的，比较新型的火星塞下去试跑。那这一颗就先拆下来，然后问我要不要装。那当然好咯，不用钱的为什么不好？但是我查过，其实火星塞我已经清过了，他刚给我的时候积碳很严重，我就问他为什么你都不清，他说他也是在试用而已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没办法去对他做评论。那稍等一下，我先把它装上去。哦，对了，装之前来比一下，因为应该朋友都知道，我会故意装这个头比较凸出来的火星塞，是因为我希望它的点火的点，它那个火焰产生的点比较接近燃烧室中间，所以我故意有装它这个点火头比较长一点点，但是不会去撞到活塞啊。那以这一颗3爪的来看，应该不会偏离太多，跟我这颗的距离应该没有差太多。好，我先装一下，等一下来试发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试发看看。一触即发。目前都正常。那像刚刚聊到稀薄燃烧的问题，我只能给各位建议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只是一般的通勤用车，没有特殊用途的话，可能就是尽量加95以上的油，这个状况可以比较避免稀薄燃烧造成的影响，然后就是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，因为稀薄燃烧刚刚有讲，稀薄燃烧伴随着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温。那如果你长时间行驶又是高速的话，温度会更高，然后可能后续的影响很难去评估啦，缩缸，甚至可能其他的一些机件的损坏很难去掌控，然后机油可能用好一点，这些都可以避免减少稀薄燃烧所对车子带来的伤害。然后像我刚刚那个火星塞上去了嘛，然后我会把那个我的混合比再调回来2又2/3圈，让它恢复到我之前的燃烧状况，然后我再这样骑看，我就可以知道那颗3爪的火星塞效率到底好不好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简单的稀薄燃烧的问题就到这边咯。那各位朋友如果对稀薄燃烧有不同的见解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